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播客。这是一档面向中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。我是小韩。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，这是今年的第一期播客。大家的新年过得怎么样啊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啊，真正的新年要等春节过完。现在离中国的新年，也就是春节，还有1个多月。最近啊，天气变得很冷，广州的最低温度呢，都不超过10度了。街上很多人啊，都换上了羽绒服。中国北方呢，就更冷了，连我们老家安徽都下雪了。现在啊，就是1年里最冷的时候了。前几天我爸妈从老家过来了，他们来广州过冬，准备和我一起过年。小区里的彩灯也挂起来了，感觉年味啊，也就是过年的气氛慢慢浓起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聊春节，想跟大家聊聊春节是怎么来的，春节有哪些习俗，还有为什么春节对中国人这么重要。春节光是听到这个词就觉得暖暖的，对不对？当你听到春节时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是红色的装饰，是各种好吃的，还是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很热闹很安心的那种感觉。在中国啊，每到农历最后1个月，空气里都有一种要过年了的味道。大家开始忙着准备，家里啊要大扫除，还要买年货。走在街上，你会发现，哇，到处都是红色，挂上了红灯笼，贴了红对联，它们背后藏着一段跨越1000年的故事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，看看春节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没有城市，没有日历，甚至啊还没有年这个概念。一到冬天，中国的先民们日子啊就更难了。天气很冷，太阳啊很早就下山了，夜晚却特别长，食物一天天变少。可野兽呢，反而越来越大胆。最让人害怕的就是黑夜。你想想看啊，那时候没有电灯，什么都没有，漫长的黑夜里，好像什么都可能藏着。于是，人们开始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怪兽的故事。这种怪兽，大家叫它年。传说里啊，它长得很凶，头上有尖角，身体啊很强壮，平时躲在深山老林里。但是每年最后一天的晚上，它就会出来。它闯进村子，抢走东西，吃掉村民养的鸡啊、鸭啊，还有牛羊这些牲畜，甚至还会伤害人。所以啊，每到这一天，
年要出来了，村民们都特别害怕，大家就躲起来，关上门，整夜不敢睡觉。直到有一年腊月30，那天正是年要来的时候，大家忙得手忙脚乱。村里来了一个白发老人，他看着大家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能赶走年。”大家一听，全愣住了。有人马上说：“你疯了吗？年很可怕的。”还有人急了：“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”可这个老人呢，只是摆了摆手，什么也没说。天慢慢黑了，到了夜里，年真的出现了。他走到村口，正准备冲进一户人家，突然他停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门上挂着一块大红色的木板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院子里砰砰啪啪一阵巨响。原来老人点起了火把，还把竹子丢进火里烧。竹子一烧，就噼里啪啦的爆开了。这时候门打开了，白发老人穿着红衣服，笑着走了出来。你猜怎么着？年一看到红色，听到这么大的响声，再看到火光，全身吓得发抖。他再也不敢停留，转身就跑，头也不回。第二天天亮了，村民们从山洞里出来，发现村子好好的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大家围住老人，忍不住问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老人笑着说：“很简单，年最怕3样东西。”哪3样？他说：红色、响声，还有火光。从那一年开始每到一年的最后一天，人们都会这样做。他们烧竹子，让竹子发出啪啪的声音。后来这就变成了爆竹，也就是鞭炮。他们在门口挂红色的东西，后来写上字，这就成了最早的春联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整夜不睡觉，互相保护，这叫守岁。而过年这个说法也就这样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可你想一想，它真的只是故事吗？其实在又冷又黑又危险的冬天，人们点起火，挂上红色的东西，制造很大的声音。一方面是吓跑危险的野兽，但更重要的是给自己壮胆，告诉自己我们不孤单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撑过去。所以你会发现春节这些最早的习俗其实不是为了庆祝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。后来慢慢的，过年这件事也变了，它不只是为了赶走怪兽，而是和古人的生活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尤其是农耕生活。你想象一下，上古时期，人们靠种地活着，没有日历，没有天气预报，冬天又长又冷。他们每天做的一件事儿，其实就是等。等什么呢？等春天的信号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人发现了，你看，河上的冰裂开了，脚下的土地开始变软，吹过来的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最难熬的那段日子过去了，最冷的冬天过后，春天一定会来。白天会越来越长，太阳出来的时间越来越久，植物会慢慢发芽。人们知道该准备播种了。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在中国的节气里就叫立春。对很多中国人来说，这一刻才是真正的一年开始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早期的春节和立春这个节气关系非常大。中国很早就有节气这个概念，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熟悉的公历日期，而是月亮还有季节的变化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春节的时间每年都不一样，有时候在1月，有时候呢在2月。在立春前后，大家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聚在一起，准备新一年的劳作，也顺便祈祷一下，希望明年风调雨顺，日子过得顺一点。慢慢的，那个原本紧张害怕的日子就变了。赶走年兽不再是重点了，重点变成了欢迎春天。于是春节从一个保护自己的日子，变成了一个值得高高兴兴庆祝的节日。你再回头看看那些习俗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原来是用来吓怪兽的红色，现在变成了好运的颜色，快乐的颜色。春节的时候到处都是红色，门上贴着红红的春联，窗前挂着红色的灯笼，人们穿上红色的新衣服。还有一个变化很重要，原本是为了保持警惕，防止年兽来的守岁，也慢慢变了。守岁就是除夕夜整晚不睡觉，但现在不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为了陪伴。一家人一起做饭，一边吃一边聊，玩玩游戏，说说笑，等着新年那一刻到来。这顿特别的晚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年夜饭。人们互相祝福，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希望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后来春节的习俗越来越多，不仅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守岁、吃年夜饭，而且还有给长辈拜年，给小孩发红包，逛庙会等等。现在常常有人说，现在的春节呢，好像太商业了，
也有人叹一口气说，年味儿变淡了。确实啊，有些春节习俗在城市里慢慢消失了。比如说，很多大城市不允许放鞭炮了，你很少再听到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。还有庙会，在城市里啊，也不太容易看到了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不管啊形势怎么变，春节最核心的一件事儿，其实从来没有变过，那就是团圆。很多外国朋友啊，会把春节拿来和圣诞节比较。这个比较呢，我觉得还挺合理的。因为在中国，春节也是这样一个节日。不管你有多忙，不管啊你在多远的地方，一家人都要尽量聚在一起。一说到过年回家，大家马上想到一个词，春运。每年春节前，在中国的各个城市，你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。火车站人挤人，高速公路车排得很长，机场也全是人。大家拖着行李箱，背着大包小包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回家。很多外国朋友问我，这样真的有必要吗？不能晚一点再回吗？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，因为一年到头啊，真的只有这一次。平时要工作，要上学，要赚钱，而春节呢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是这一年里唯一一次可以按下暂停键的机会。什么都先不想，什么都先不管，先回家再说。所以啊，不管你在哪个城市，不管春运有多挤，票还是要抢的。再远的路也要回家。那回到家以后，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就是和家里人坐在一起，吃吃饭，聊聊天，拜拜年，互相送祝福。说到吃饭啊，春节的餐桌真的永远是满的，每天都是摆满了各种菜，还有点心、糖果、零食，一顿大餐接着一顿大餐，几乎没有停过。所以很多人过完春节都会笑着说一句，我又胖了好几斤。那你可能会好奇了，春节吃饭有没有什么讲究呢？当然有了。在中国北方，春节啊，经常吃饺子。你仔细看看饺子的形状，像不像中国古代的钱，元宝？所以啊，吃饺子其实是希望新的一年有钱顺利。在南方，很多人会吃年糕，因为年糕的发音听起来像年年高，意思啊很简单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不管你在南方还是北方，年夜饭的桌上一定会有一道菜。什么菜呢？鱼。因为鱼和鱼发音一样，中国人啊常说年年有余，意思就是每年都有剩余，日子过得不紧张，生活富足，心里啊也更安心。
想想过去一年啊，我们工作、学习都挺辛苦的，对吧？所以过年就是一个可以好好放松的时刻，奖励一下自己，也奖励一下家人，吃点好吃的，就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，让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感觉，新的开始来了，一切都会更好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春节这么重要？因为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，它是对家的思念，是对一年辛苦的安慰，也是对新一年的期待。你想想古时候的人啊，他们熬过漫长又寒冷的冬天，心里只有一件事儿，春天什么时候来？而现在的我们，忙了一整年，也在等同一件事儿，等一个可以停下来的时刻，等一次回家的机会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春节始终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。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一到过年，心里想的往往只有一个方向，回家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年夜饭，看春晚，守岁到0点。当时钟指向12点，鞭炮声、烟花声一下子响起来，新的一年啊，就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始了。过年的形式可能会变，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，但春节最重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，那就是对团圆的渴望，对家人的爱，还有对美好生活的祝愿。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，从上古时期，人们在黑夜里对抗恐惧，到农耕时代，庆祝冬去春来，再到今天，一家人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春节早就不只是一个节日了。它提醒我们，黑夜会结束，寒冬会过去，春天一定会到来。不管这一年过得好不好，新的一年总值得期待。这就是春节的故事。即使在这个忙碌喧闹的现代世界里，春节依然在轻轻地提醒我们，慢一点，停一下，看看身边的人。愿每一个春节都能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，愿每一个新年都充满阳光，也充满希望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谢谢你听到最后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